哈，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是到处跑动的一天，而且今天还有点下雨。我干了啥呢？就是本来跟朋友约好，不是算同学，因为是一起出来要一起准备一个 presentation， 是我们那课上 UI UX 课上要准备一个 good design bad design， 就是你生活中观察到好的跟不好的设计。我们两个的其实是下周一，但是我那朋友我觉得他有点太拖延了，我就赶紧拉他，我先把东西准备好。然后我就先跟他约好了今天做这个事情。结果正好又在那个小红书上我刷到一个姐妹，她在纽约出她所有的家具，她的家具质量真的都很好。然后我看她正好要出一个滤水器，我去亚马逊一搜，我看这个滤水器的评分还不错，卖的也还可以。然后底下很多评论都是说它滤出来的水基本上能取代那个就是塑料罐装的那种纯净水，就是很多人都是为了省买那种罐装纯净水的钱来买这个 filter， 那个一整个那个净水器。我就觉得那与其说我继续天天每个月搬2次那个纯净水，我不如就买一个好点的净水器吧。它加一个80道滤芯，它的价格是300刀，然后那姐们卖就整个机器不带滤芯卖100刀，相当于便宜了一半吧。就说那行，那我去跟同学做作业之前，我先把这个净水器搬回来。然后昨天又正好在 Facebook 上有个哥们儿，他跟我发消息说，他说想买我的2手的 Switch， 我就跟他聊聊说 OK 啊，我觉得他是真想买的，因为他又问我说那个带不带那个 dock， 因为这是我改装过的 Switch， 就是那个它的那个底座被我改装的很小，就是之前底座太占位置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可以把它改装成小底座的那个装置，就是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只是它体积变小。我说底座有，这个就是底座。然后他还说能确保这个 Switch 板电，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可以就是测试一下这个 Switch 能不能用。我说 OK， 然后我就跟他也是因为今天要做作业的时候，他来咖啡你过来找我拿 Switch， 我说行，那我就先去搞净水器，搞完净水器就冲到咖啡厅去把 Switch 买了，然后跟我朋友把 presentation 搞定。本来是计划这么忙碌的一天，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我早上去搬净水器了，中午吧，大概是中午1点那边到他那边，那个净水器啊，齁沉一个，齁沉。还好我带了 scooter 和一个宜家的大袋子，我不知道它有这么沉，我知道它可能个头不小，但我不知道它有这么沉。然后我就想说，这么沉的东西，我光地铁搬上搬下，我一开始还走错了那个入口。我一开始搬上搬下2趟，就背上全湿透了衣服。然后我说这么齁沉的东西，我带着它去做 presentation 也很不方便啊。我说那算了吧，我就带着这齁沉的净水器，我又回到家里，我把它放到家里去。然后我在第二把的我去那个咖啡厅，准备把我的 Switch 出掉。然后当我站在站台上等地铁的时候，我给那哥们儿发了个消息，我说本来跟他约的是下午3点左右，我说我到那边应该是3点半了，然后我到的时候再给你发消息。结果这条消息没有发出去，我就难以置信，我说网出问题了。我检测了一下我的 iPhone 设置，我发现它是可以用我流量的，就是 Messenger 这个 app， 那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消息发不出去呢？然后我又发了一条，还是发不出去。我说啊，难道这个 APP 出问题了？我又给我朋友发条消息，发现给我朋友发消息就能发出去。我开始以为这哥们儿号是封了，我为什么没有怀疑他把我拉黑了呢？因为直到今天早上，就是在我给他发消息前3个小时，他还有跟我确认那边，他说你确认我们今天是见面要出这个东西吧？我说对，他说酷。然后我就没有，我觉得他是想要这个机子的，我就觉得他不是把我拉黑，他的号是被封了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然后我又尝试说想在 Facebook 上搜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换一个号，我看能不能联系到他。
然后我就大概用 Safari 先搜了一下，就是这个人的名字 ，Facebook 上有很多叫这个名字的人，我翻了一下，我也没翻到他这个人。然后我就想说，其实他要找到我，他是能找到我的，即便他的号被封了，因为我东西还挂在那个脸书上了。我说他要真想要的话，就会找到我。结果到了咖啡厅，跟我朋友把 presentation 做完了，这个人还是没出现。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你要是不想要，你可以 just tell me 你不想要了就可以了 you regret it's totally fine， 反正也没有付钱什么的，你就跟我说一声就行了。他跟我问了一堆事情，我们确认好要第二天下午见面把东西交易了。他第二天早上又跟我发了一个消息说，他说你确定我们还见面吗？我说确定啊，他说好，然后把我拉黑了。哥们儿你Just say it, OK? Just say it. 你这个迷惑操作行为，你会给我带来不方便 ，OK? 就是有话直说吧，真的。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很迷，我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发展。然后真的很好笑啊！他说酷好，拉黑。我第一次在 Facebook 上遇到这种美国人，就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基本上99%的时候就是爽快的拿钱交易走人，就只有这一个真的是答应完一点迹象没有，然后把卖家拉黑了，大可不必啊，真的大可不必。然后我们做估计单白底赞的，我抢了一个很偷懒的主意。我本来是想说做游戏设计上，就是游戏引导上，包括地图引导跟关卡引导的规矩赞白赞，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度。就是我那朋友虽然他也打游戏，他也有台 Switch， 但是他玩的游戏应该没有这么多吧。就是真的要做的话，我觉得他那边要为我，因为我想做这个主题而付出很多。然后我就突然前阵子刷到一个果粉的博主叫6分超超，就是这个小哥，也不一定叫小哥小姐姐 I don't know， 有点性别中立这个哥们儿。这个姐哥他有点性别中立，然后但是他苹果硬件跟软件交互上面的缺点跟优点他分析的都挺好，就是他讲苹果产品讲的我很喜欢。然后我就跟这姐妹说干脆我们就做苹果的国际赞白底赞吧， very cliché 但是很简单。然后因为我看这个6分超超讲的真是挺好，我说就照搬一下，然后用英文翻译出来 that's it。 他说行，然后我们今天就见面，就开始扒这个视频，然后 presentation 其实只要5分钟，就还挺好讲的。我本来一开始以为是一个人10分钟，我说那得准备一下，就发现一个人5分钟，我说那就随便讲了。然後我挑了白底赞，因为6分超超它有4期苹果的白底赞，我觉得那就 it's right there， 直接剪了就讲了。然后我把估计赞也给我那姐妹做。我讲的是挺简单的，就3个坏的设计。一个是那个 Apple Vision Pro 的那个绑带，它一开始所有的广告，包括那个广告 promo marketing 和它戴在那个脸上，不是戴脸上，它直接箱子里拿出来那一刻都是个单绑带的设计。它的单绑带也很花心思设计了，花了很多钱研究这个东西该怎么设计。但是压脸，虽然我没有 Apple Vision Pro， 但是我有台 Meta Quest 3，我知道压脸是什么感觉。就我这颧骨还算高的，我这真的有时候给我压的头晕恶心难受，我真的很讨厌压脸，所以这个我还挺有感触的。它很奇怪，就是它又给你配着双绑带，但是它绝口不提，在广告里它绝口不提它箱子里还有个双绑带，就是苹果知道它这个单绑带很难用，但是它为了 marketing， 它就拿这个好看的，就是单绑带是面子，双绑带才是生活，这个总结的非常好。第二个吐槽的是 Touch Bar， 我真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一开始拿到我就已经意识到它的问题在哪里了，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盲操。比如我用苹果那个就是最上面那一排功能键，最常用的就是声音大小、歌曲暂停、歌曲开始、下一首、上一首，
然后屏幕的亮度就是这3个功能用的最多。但是它给我变成一个 touch bar 之后，我得看一眼，然后我再去点。以前是可以盲操的，现在还要看一眼。然后它也没有什么第三方的配饰，就我相信，我不知道啊，或许有配饰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一点，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最后也取消了。Good for me， 我真的很讨厌这个设计。最后一个讲的是，我就讲了3点啊。最后一个讲的是那个苹果的刘海屏设计。我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它这个刘海屏它会挡住 MacBook Pro 最上面那一台 menu bar 的很多的小光标，就是比如说我用 C4D 的时候，它 C4D 的菜单咣挤得可满了，它给我其他的功能小光标只留了一点点的距离，看如图所示，就一点点的距离。然后就是你是看不见你甚至看不见你的电池量，看不见你的蓝牙选项，看不见很多你正常情况下能够看到的那个 menu bar 上的选项，因为这些选项是你可以互动的。比如说我在做 CCD 的时候，我想连上我的蓝牙耳机，我就得切换到另一个页面去，我才可以手动连接我的蓝牙耳机。就没有这个刘海屏挡住那一块 menu bar 的话，其实它的位置应该是够用的。但是因为挡住了这么一块，刘海屏挡住了这个 menu bar 挡了一块之后，这个菜单里的东西就放不下了。放不下之后，苹果也没有再做一个下拉菜单，比如说你一点它下拉，你所有藏起来的东西它会出现在下拉菜单里，没有，就是消失的图标就是消失了，你得切换到另一个主页面去，你才能看到它们。这是第3个很迷的设计。然后我今天就是把那个 PPT 做完，然后把 presentation 大概在心里顺了一遍。我看我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把它过一下，然后接下来就下周日周一再过2遍，今晚这个就可以去讲了，就这个学期完成一个大作业。哎呀，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